这2名悍匪在作案期间，共计打死打伤公安干警以及无辜群众18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张悬赏通缉令上的通缉犯。甚至后来110报警中心的成立，都和这2个人有直接关系。他们就是被称之为东北二王的王宗芳、王宗伟兄弟。二王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父母均是中学教师。按理说，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即使不能出人头地，也不会走向违法犯罪。可兄弟2人却有一对极度护短和溺爱的父母，他们对儿子道德品质的培养极不重视，使得兄弟俩从小就养成了偷盗等各种恶习。哥哥王宗芳身材比较瘦小，从小偷盗成性，很小就混迹于扒手之中。在1974年和1975年2次因偷窃罪被关押受审。1979年在辽沈卫生院担任药剂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卫生院，再次被捕，又被判了3年。弟弟王宗伟身形较高，表面上看上去比哥哥老实不少，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在他儒雅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狠毒歹恶的心。1976年，他和哥哥王宗芳盗窃了沈阳大北监狱的3把54手枪，但是没有找到子弹。当时只有人看到了盗窃枪支的人是一高一矮，最后并没有查到是王氏兄弟所为。后来证实，二王作案时用的枪正是大北监狱所丢失枪支。盗窃完枪没多久，王宗伟便去了内蒙当兵。1980年退伍时，把他几年间私藏的100多发子弹和5颗手雷夹在行李中带回了沈阳。看来王宗伟一开始去当兵就目的不纯，或许就是为了去搞弹药，将来好干大事。复员后，王宗伟被分配到沈阳机械制造厂当了1名工人。到了厂里之后，表现也很好，同事们对他的印象都不错。但有时候看人真的不能只看表面。哥哥王宗芳出狱后，这2个臭味相投的兄弟俩又走到了一起，而他们的罪恶之旅也由此开启。1983年大年30，沈阳某空军医院正在给职工放映电影《庐山恋》，二王趁着人少，成功盗窃了医院的小卖部。但由于他们的形迹可疑，一早便引起了值班人员吴永春的注意。最终，吴永春将此情况报告给了主任周化民，并把汽车司机毕继兵叫来，成功将王宗伟抓住。吴永春将王宗伟带到值班室，询问王宗伟来医院干什么。王宗伟谎称是陪外婆来看病的。吴永春瞪了他一眼，然后说道：“在哪工作？把工作证拿出来。”王宗伟双手插在口袋中，右手丝毫不动，然后左手慢吞吞地拿出了工作证，上面只写着王宗伟26岁，工人，6车间。就在医院的人不断询问王宗伟时，王宗芳却换上军装，在医院四处打探。吴永春看了一眼窗外，认出穿军装的那人正是刚才和王宗伟一起踩点的人，于是带人出去将王宗芳抓到另一间屋子。此时就只剩下周化民在看着王宗伟。吴永春将王宗芳随身携带的皮包打开，发现里面有好几条烟，1000多块钱现金，还有作案用的工具等人赃并获。王宗芳也低下头，大喊着：“我错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正在王宗芳大喊时，门外却传来了枪声。原来王宗伟的右手始终握着枪，当听到王宗芳的喊声后，一枪将周化民击倒，然后来到审问王宗芳的屋子，连开几枪将汽车司机吴永春等人击倒，带着王宗芳成功逃脱。这次枪击事件造成4人死亡，3人重伤。公安干警赶到时，发现了被王宗伟杀害的周主任手中攥着一个通行证，由此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公安干警迅速到王家实施抓捕，但兄弟2人早已逃之夭夭。二王在沈阳犯下命案后，打算逃往广州，再到香港，然后找机会逃出国门。2月15日，也就是案发3天后，2兄弟坐火车已经逃到了湖南衡阳境内。当天晚上9点，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号列车乘务员在例行巡逻检查时，在22号车厢发现一名乘客的提包内藏有一支5.44式手枪。列车员问这枪谁的，把持枪证拿出来。这时一名高个子男性站了起来，并摇醒了身旁睡着的矮个子男性。乘务员感觉情况不太对，可还没反应过来，高个子突然从袖子里掏出一支手枪，对着乘务员的头就是一枪。幸好子弹只是穿过乘务员的耳朵，
而小个子也趁着乘务员惊魂未定，将提包内的手枪掏了出来，两人背靠背向列车门走去。二王打破列车玻璃夺窗而逃，警方很快判断车上开枪的二人就是二王。果然，在搜查列车上嫌犯仓皇留下的旅行包中，各种生活用品均有沈阳生产的标记。警方断定两人不敢贸然进衡阳市区，或可能继续南逃，因此出动衡阳全部警力，以衡阳以南进行堵截。但二王的反侦查能力很强，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二人当晚便扒车直接来到了衡阳市内。2月17日早上9点45分，衡阳冶金机械厂车间保卫室，武国英和爱人去看自己新分的房子，结果发现房门打不开，就叫来车间值班的值班员赵延林开门。结果门一打开，就看见2个一高一矮的年轻人正坐在地上吃东西，而一人的兜里露出了手枪的枪口。干什么的？武国英问。不好意思啊，我俩刚下火车，随便找了个地方休息了一下。武国英是保卫干事，二王流窜逃入衡阳的消息他是知道的。看到这俩人的特征和口音，他很快就判断面前的俩人是二王。武国英悄悄告诉爱人要提防这俩人，他去打电话给保卫科，可没想到他刚一下楼，二王就察觉不对劲，也收拾东西赶紧下楼。赵延林当即阻止两人，修好门才能走。但二王怎么可能停下来？这时一名退休工人武振云路过，看到赵延林在追二王时，马上意识到这两人一定是犯了什么事，于是也赶紧跟了上去。武振云和赵延林将二王逼进一条胡同里，王宗芳见追兵穷追不舍，于是拔枪对着武振云就射，不过子弹均打在了墙壁上。很快执勤民兵蒋光熙和李爱平从另一面迎面包抄过来，二王抬手就是一枪，子弹击中蒋光熙的左肩，李爱平赶紧扶住中弹的蒋光熙。二王趁着这个机会冲出胡同口。逃跑路上，二王拦截了大街上的一家3口，抢了他们的自行车，车上的小女儿被吓得哭叫起来。王宗芳反手就是一枪，夺去了小姑娘的性命。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要上来和王宗芳拼命，也被他残忍枪杀。母亲在断气之前夺下了王宗芳手中装有5颗手榴弹与30多颗子弹的手提包，这一举动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市区爆发枪击案，警方很快意识到是二王，于是集结兵力欲在市区内围捕二王。可没想到二王骑着自行车误打误撞闯进一个煤厂，正好又经过了一列运煤火车，两人爬上火车再一次逃脱。二王逃离衡阳10多天后再现踪迹。3月3日晚7点，武汉市第4医院的一名实习护士周建元在医院内被二王劫持，挣扎之下，周建元咬破了王宗伟的手，随后他被二王用枪托打晕。几分钟后，周建元醒来时，二王已经逃跑。警方调查后发现，当时周建元是准备到理疗室取东西，但没想到二王悄悄潜入这里，正在休息，于是爆发了冲突。不过这个情报让办案人员非常高兴，因为这证明二王就在武汉。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在武汉岱山检查站值班的民警李信言和民兵熊继国发现一名男子骑着未上牌的自行车向检查站驶来，李信言按惯例将其拦下。车牌呢？忘上了，车在那登记的派出所。短短2句对话让李信言立刻提高了警惕，因为武汉市的自行车牌照是在交通中队登记的，所以面前的这个人完全是在胡扯，想蒙混过关。李信言和熊继国把人带到检查站，站长王云亲自进行盘问。过程中，李信言突然发现男子身上有一支手枪，王云立刻拔枪指着男子，别动。随后3人将其按住。站外的其他人员发现有情况，也冲了进来帮忙。正当大伙以为一切顺利时，躲在厕所里的王宗伟突然杀了出来，冲进检查站就是几枪。王云、李信言和来帮忙的一名工人师傅当场牺牲，熊继国身负重伤。二王行凶后还拿走了王云的配枪，转头返回市区。逃跑途中又打死了骑车经过的武汉工人詹小健，他们夺走詹小健的自行车，再一次消失。二王在武汉连续行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了向全国搜集消息，公安部研究了很多案例后决定发出了全国首张 A 级通缉令，提供线索奖励1000元，查实奖励2000元。从武汉消失后惊动了全中国警察的二王，
在形式上低调了许多，以至于在数月里警方完全没有任何线索，直到临近中秋，才终于发现了二王的踪迹。9月13日早晨，南昌市广昌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建平出门看见2个一模一样打扮的人，他们一高一矮，2人明显是认识的，但是却装作不认识，反而隔着约30米的距离，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匀速向前。这个场面实在是太诡异了，刘建平就悄悄地跟着，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不一会儿，小个子来到一家商铺，大个子则停在街对面放哨。刘建平跟上去，假装也去买东西，竖着耳朵去听小个子在说什么。小个子故意压着嗓子问有没有烟，为什么要故意压着嗓子，而且很明显是北方口音。刘建平意识到这俩人不简单，于是赶紧跑去派出所反映情况。派出所所长邹志雄带着干警刘细鹏、司机陈步山以及报案的刘建平追了上去，双方一见面就在巷口爆发了枪战。此战虽然没能抓住二王，但是缴获了2支手枪以及一些其他物资。二王的行踪再度暴露，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下达指示，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在接到公安部的指示后，江西公安厅立刻组织了公安、武警、民兵等2万余人，针对4个二王可能的藏匿点进行包围。1983年9月18日下午6点，经过4天的搜索，武警部队在南坑山发现了二王。当时武警战士黄立生正顺着茅草向山下滑时，不小心踹到了一个东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后的班长甘向清突然大喊：“有人！”草丛里的王宗伟立马向甘向清开枪，甘向清重伤倒地。见战友受伤，战士郑万寿立刻开枪反击，击中王宗伟的左肩。也就在这时，一条警犬冲了上去，死死咬住王宗伟的左臂。王宗伟惨叫不断，战士谢竹生看准时机扑向王宗伟，抱着他往山坡下滚了7、8米。王宗伟被活捉的消息大大振奋了围捕官兵。不过王宗伟因为伤势过重，2小时后重伤不治身亡。王宗伟被捕后，二王就只剩下王宗芳还在负隅顽抗。不过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王宗芳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草丛的异动没有逃过武警战士的眼睛。通讯参谋吴增兴发现王宗芳后，立刻拿起步话机报告其位置。王宗芳恼羞成怒，对着吴增兴连开5枪。吴增兴中弹后没有退缩，举枪反击，打出4发子弹，随后倒地壮烈牺牲。听到枪声后的武警部队顿时向枪声方向集中火力，王宗芳最终身中数弹，当场暴毙。历时7个月06天，二王终于落入法网。老铁们，订阅、点赞和分享就是我的动力，下集会更精彩。